如果今天有个机会能够外遇，而且不会有任何代价，不会受到任何舆论以及另一半的攻击，那么你会选择外遇吗？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吴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安利一下我最喜欢的美剧《黑镜》。Black Mirror 最近出了第5季，大家看了吗？第1集简单讲的就是一对大学时在一起的情侣档，男生有个好兄弟喜欢在半夜打格斗游戏，然后这对情侣档就顺顺利利的结婚了。但这对兄弟却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，慢慢变成1年只能见1次面。直到某次男主角生日，兄弟带来当初一起打的那一款电动，升级并且添加虚拟实境，想来重温旧梦。没想到两人立刻天雷勾动地火，于是男主角就陷入了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的自我质疑里。老婆发现男主角的不对劲，难过的抱怨他在这一段婚姻里也有所牺牲，并不是只有男主角失去了自由。Nothing is going on, I swear.婚姻2个字对他们来说像是责任的枷锁，于是男主角决定就此封片，断了跟这兄弟这段扯不断的外遇。但兄弟这边却说这不是外遇啊，这像在看 A 片一样啊！我的妈呀，贵圈真乱。多数人可能把重点放在他们这样到底算不算外遇，但我今天比较想讨论的是老婆这个角色。今天要讲的这本书《性谎言铂金包：女性欲望新科学》就在讨论为什么女生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性欲。当女人被困在婚姻里，为什么他们不能出轨？书里先用了一大章节描述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很不吻合人性，接着说明了非专一关系的3种模式，分别是开放模式，你可以出去玩，但我不要听到任何风声；性爱自由者，嘿，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玩？他们那对夫妻愿意来个交换派对；多重关系，我能同时爱上很多人，在我心里真爱不是单一。再用了一个科学实验数据证实，女孩子其实比男孩子能接受的 A 片范围广得多，特别是比直男能接受的范围更多。但是同样身为女孩子，我要必须跳出来讲一下，如果他们今天拿日本的 Scarlett 或是全交这种，我就真的不能接受，完全不行。在 IG 上我也分别问了男孩子跟女孩子，跟书里说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当然有可能文化差异，或者我这边的样本数不够，但就算知道老公出轨，会用出轨反制的女性现在依然不算多数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来假设一下，假设这个情况真的发生，我与我老公同时在偷吃，我相信大家对我的评价一定比男生的评价更低。我听说 Neko 的老公外遇，就他自己也在外面乱来耶！哇塞，这女人怎么这么贱啊？请问大人，在公堂之上假设一下，应该判什么罪？道德上我们都不能接受外遇，更不能接受女生外遇这件事。国外没有3从4德，但有基督圣经，对于女生的枷锁依然不小。我来讲个女孩们会很有感触的故事。安妮卡从北欧移民到美国，相较于美国，北欧性教育更是开放。我们认知的美国其实很多地区还是很保守，所以即便很早发生性行为，但是都是偷偷来，没有像北欧那样早早就能带男朋友回家。这对安妮卡来说是个很大的文化冲击。但是安妮卡在美国爱上了当地人丹，虽然2个人在各方面都很契合，但是丹的性需求没有像安妮卡那么高，让安妮卡一直觉得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。交往过程中，安妮卡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，不断跟不同男人发生关系，中间有好几次差一点被丹抓到，但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状况。外遇最累的不是发生过程，而是必须不断的用谎言包装另外一个谎言。所以当丹提出了结婚愿望，安妮卡同意了。对北欧人来说，结婚并不是那么一件必须的事情，但是安妮卡想让丹安心，也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。婚后，安妮卡并没有立刻停止外遇，她很想停下来，但她没有办法。她把自己的性欲当成一个负面感受，直到她认识了其他跟她一样也无法维持一夫一妻的人妻，才稍稍减轻一点她的罪恶感。然后她怀孕了，就跟所有的故事一样，她有了孩子之后，孩子把她的体力和精力全部榨光，而且为了养孩子，老公必须常常出差赚钱，请不起保姆。安妮卡牺牲了自己的事业，在家带孩子。好不容易上轨道时，第2个孩子来了。事业有成的老公提议搬到郊区，因为那里的学校比较好。但是被关在郊区的安妮卡没有社交和朋友，被2个孩子绑住，没有经济支柱，多数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。那个时候，她的
的精神状况奇差无比。但是安妮卡不想离婚，因为即便是在美国，离婚的女性社会地位会下降，感觉很像是瑕疵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公坦诚外遇了。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女人千万要经济独立，一旦自己会赚钱，老公外遇了就可以叫他去吃屎。女性人生中的性爱、经济、生态环境基本上是绑在一起的，牵一发动全身。我相信丹一定多少知道自己的太太有什么，但他直接用孩子和房子把安妮卡困在郊区，自己却在外头风流。这个故事即便换成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，最后呢还是会受到舆论的压力，而不敢满足欲望以及被渴望的心愿。我曾经说过，女孩子走上外遇这条路，是因为对于关系内的不满足或绝望感又无法改进，进而做出的决定。我后来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诠释，也许真的会有女孩只是为了单纯满足性方面的需求而做出这个决定。基本上我不太能理解或认同书中大部分的诠释。女生有性需求没错，需要解放这个需求没错，但多数人解决这个方式是在稳定关系之前多方尝试，而非在手上扣了一个还去外面东奔西跑打野味。当然啦，这只是我个人不能接受。对于性这件事情，我以为我懂得很多，后来我才知道我真的懂得不够多。BA 2秒内就能炸裂我的世界观，真不愧是32年来都靠自己的男人啊！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很多段关系，大家会觉得他很渣，但同时觉得他很有能力。一个女人同时拥有很多段关系，大家会觉得她很荡，但同时觉得他很肮脏。冷静想想，这两个人不都做出一样的事情吗？这本书最终想破除的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性枷锁，不见得我们都要选择这么做，但或许当舆论对于离婚女性宽容一些，我们的性自主选择就多了一点点。爱情之于肉体，也许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体悟吧。这本书真的很冲击我的思想三观，只能说里面很多观念我都是带着惊恐的感受看完的。虽然前面用了很辛辣的主题开场，但中间开始会有更多着重在女生也是有需求的这件事情上。这本书会翻译进来，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因为上一本销售不错。我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，有时候女权组织在谈论理念的时候会过于偏激，感觉也挺不好的。女生要正视自己的性欲是很正常的，除非性成瘾，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。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，或许不吻合人性，但人性跟兽性最后差在哪里呢？不就是我们还有一丝理智能做选择吗？最后，关于影片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如果不用付出代价，你会选择外遇吗？对我来说，外遇的成立条件是在有固定伴侣的状态下，选择跟另外一个人发生肉体或精神上的关系，在不受到舆论及伴侣的责备下，如果我的伴侣无法满足我，我想我会说 yes。但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先分手或离婚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，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发片的时间哦。星期四我会开直播，更深入讨论这个主题，欢迎星期四晚上8点来参与直播讨论哦。以上です，我是 Neko 5秒，我们下星期二晚上8点同一时间说书时间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我觉得这本书撑过前3章的那种思想冲击之后，后面好很多。讲到圣经预言啊，或者是一些农业史发展啊，它比较像是人类学的那一种书籍。但还是蛮冲击我的三观，就是我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件事情的发生。对我来说，如果已经结婚了，踏入婚姻之后，就是许下一个很大的承诺，在这个承诺底下，我想我不会选择外遇。可是如果今天只是2个人在交往，我还有其他选择权的时候，那可能就不一定了。所以我就说我的爱情观很扭曲，我爱情观真的太扭曲了，不要教我讲爱情啦，哎呦要命哦。